今天这个主题估计你们全都会有兴趣。第一个是2026年股市会不会继续涨？第二是黄金、白银现在价格是不是太高了，还能买吗？第三是现在 overall 市场的价位是不是太高了，你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机会呢？这不2025年刚过完嘛，我也去看了一下我这些年的投资，还有总结了一下经验，结合现在的这个市场情况，简单来说也是告诉你们我今年打算怎么投资。咱先来短短的复盘一下我的股票 performance。 我有很多账户投资股票，我今天公开的是一个我 trading 比较频繁的账户。这5年的总结，我的 return 大概是176% 的总增长。那这个比美股大盘的回报呢，还是多了63%。我现在这个股票的 holding 是67%是 ETF，32% 是 stock，less than 1% 是 crypto。这个 ETF 也包括 Silver 和 Gold ETF。 这里是我的 report， 非常细啊，我就来给你们稍微盘点一下 key takeaway。 第一点，我总结为见证复利的力量。我的这个股息啊，属于年年攀升，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这5年时间，我的股息收入增长了70%。第二点，我总结了一个长期主义的胜利。我的 holding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portion 是苹果。根据我的 report， 我才想起来，我是在20年的1月28日就买入了苹果。其实别的账户有买的更早，但是这个账户开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我从那时候买了就一直没有卖，一直持有到25年的高位的时候我才卖了一些，也没全卖。我觉得这一点可以 highlight 的是这个持仓时间，5年的耐心让我拿到了翻倍的利润。第三点，我的投资风格有所改变，我是从一个冲锋的到一个防御的风格。早年的时候我想选择个股，然后想要最大化的收益，但是现在呢，我就是 more of 喜欢投资 ETF。25年的时候，我把大量的资金转入了标普500，也就是 VOO。 随着我这个资金的增长，还有我这个生活的转变，想可以拿到更稳定的收入，所以 VOO 自然就成了我的这个股票账户的定海神针。第四点是，我还做了一些闲钱再利用，比如说我把 Robinhood 里面的一些股票做了 stock lending， 就是把它借出去，然后又赚了一笔小钱。第5点就是25年我入手了黄金和白银，这个我之前也出过视频。至于26年我会不会继续买更多的 gold silver or precious metal， 或者我什么时候会卖，你看到视频最后就知道了。那26年我打算怎么投资呢？我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Don't fight the Fed， 中文就是顺势而为，不要跟美联储作对。我想要在这里先 clarify 一个基本的认知和事实，现在是美联储在放水，那钱就会变得不那么值钱，东西自然就会贵了。所以现在你会看到的情况就是，不管是股市、黄金、白银，只要是真正的资产都在涨。这个不是运气，而是这个系统它就是这么设计的。你看懂了这一点，2026就知道怎么投资了。那如果没看懂呢，我就继续说哈。首先咱们先 align 一个 concept 叫 liquidity， 就是流动性。通俗来说，它就是钱的一个松紧度。这个流动性会告诉我们系统里的钱多不多，好不好借。那如果美联储打开水龙头，钱就会像自来水一样哗啦啦的流入市场里面，系统里的流动性就会充裕起来。这种时候钱就会流入股市和实物资产里。同样一个规律 on the flip side， 当 financial system 这个流动性收紧的时候，借钱就会变得更贵，贷款就会变得更慢，资产的价格会自然的就陷入 struggle。 但是在流动性充足的时候，就是美联储放水的时候，那借钱的成本就会变低，资金开始自由流动，而资产的价格不管是股市还是实物，通常都会迎来一波上涨。大家可以把这个流动性 liquidity 想成一个游泳池里面的水，当水多的时候，这个池子里面所有东西都会浮起来，但是当水在被抽干的时候，那所有这个池子里面的东西也都会下沉。但我们目前的情况呢，是这个水位它正在升高，美联储的政策现在已经正式放宽放松，随着利率继续在下调，还有流动性的这个注入，我们正在跨进一个全新的 stage。What naturally happens 是大量的资金会涌入资产市场，比如说股票、黄金、白银、ETF 和任何这些被视为有存储价值的资产。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看不懂的一个现象，美国的经济2025年只能算是 OK， 但是股票却能一直涨。答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liquidity 流动性。只要这个 financial system 系统里的钱够多，就算经济没有翻腾，资产的价格依然会在这个流动性的推动下持续走高。有没有发现这些逻辑都是一环一环相扣的？首先，利率，美联储控制的是短期基准利率，
加息的时候借钱的成本就会上升，减息的时候钱就会变得更便宜了。这个便宜的钱是会改变整个经济系统的行为。比如说降息了以后，很多企业有可能会去做一个 refinance， 投资的人会更有胆量去承受风险，而现金放在银行的收益率就会越来越低，所以促使着我们这种普通散户投资者就会需要去把钱从银行而投入那些可以回报更多的资产，比如说股票。那为什么美联储降息的周期这么重要呢？我们需要看2点。第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告别了紧缩，就是 tightening cycle， 算是正式进入了 easing cycle， 中文是宽松周期。这个 change 本身就是资产价格的一个强心针。第二，2025年12月，美联储已经正式开始重新印钱了。他们的官方叫做准备金管理，听起来很专业了，但是其实就是每个月400亿美金的这么印，12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尽管 Fed 官方强调这个是一个 temporary action， 不算是 QE， 但是市场的反应不在乎你叫它什么，而是在乎你做了什么。发生的事情就是有更多的水进入了这个泳池，所以所有的资产就会带着一起涨起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会 argue 说这个只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停。But if you think about it, how is it possible？ 现在美国政府背着巨额的赤字，而市场是要依赖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的，所以一旦 Fed 把这个水龙头它拧开了，不能马上就 shut， 因为那个会影响整个市场的 stability， 所以这个流动性的周期往往会比很多人预期的要长。这不是一个短跑，是个接力赛。除了流动性，我们还要 understand 这个美元的走势的后果，逻辑也很好理解。利率下降了，有更多的美元流入市场了，那美元通常就会走弱。If you ask how so， 咱们来这么捋一捋啊。Fed 把整个利率降低了，你持有的美元能够赚到的钱就更少了，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美元放去能够赚到更多钱的地方。美元走弱的时候，对美股、黄金、白银还有大宗商品来说是加了一股推力，因为这些资产都是用美元来计算的嘛。在美元贬值的时候，就意味着你需要更多的美元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资产，就推高了它们的价格。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买了1个盎司的黄金，如果美元走弱，你想要买1个盎司的黄金就需要花更多的美元。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本质，就是你手里那个金子，你买的时候是1 ounce， 现在还是1 ounce， 它并没有变多，只是你要花更多的美元去买它了。价格之所以上涨，纯粹是因为美元贬值了。It's a simple math。实际上，美元的这个走弱也不是一场意外。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他们更倾向让美元温和的贬值，因为这样可以缓解美国现在这个巨额的债务压力，还有让整个这个 financial system 变得更宽松。那 if you might ask， 如果26年股市大跌，那美联储会干什么？我的猜想是它一定会去救市。为什么这么说？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历史。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2020年的疫情，或者是任何一次这个银行系统承受一个不能承受的压力的时候，美联储通常都会带着它的降息和印钞机出来救市，被金融圈称为 Fed Put。第2个原因，现在的筹码太重了。If you look at the US stock market， 就拿标普500来说，30%以上的 weight 是放在 AI 有关的 tech company。美国投资 AI 可以算是全球领先，这个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也是各个国家在争这个地位。所以如果美国的股市降了，美联储应该是不会在旁边坐视不管的。你想想，股市一崩，接下来就是裁员， supply chain 也会遇到问题，还有大众就会不敢消费了。如果这些事情发生，整个美国的 financial system 都会停摆，美联储就会拿着它的工具箱出来降息撒钱来稳住局面。它不是保证市场不波动，而是保证市场不归零。除了刚才聊的这一套一套的逻辑，还有一点就是26年5月，现在的 Fed Chair 鲍贝尔 most likely 被 replace 掉了。那新来的这个人，大家也预测会有一个更 easy 的 monetary policy。尤其是我们要考虑到2026年下半年，这个美国到了 midterm election，economic 数据需要好看，股市得稳定，所以这个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可能就会更激进的降息，或者是给市场加水位。这些线索一个穿一个，老厉害了。在一个利率下行、流动性增加、美元走弱，而且美联储随时准备带着它的工具箱来托底的这个世界，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将从中受益。当然，这不代表所有资产都会一下子走到天上。There's gonna be dips and back and forth。
26年预期是这种流动性充沛的一个环境，任何一次回调往往都是可以被迅速买入资金入场的一个机会。那这就是所谓的水涨船高，也就是为什么在26年我们需要关注这个大趋势，而不是被短期的噪音而左右。那说了这么多大道理，26年我到底打算买什么呢？我一个一个给你们拆开来看哈。首先黄金，这个我25年已经入了不少了，我应该是整个资产的5%都是黄金。对我来说，我不指望黄金是用来带来现金流或者赚钱的，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避险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各国的央行都在买黄金，富人也在买黄金，但是没有人只买黄金。第二，看股票。股票根据历史来看是唯一一个真正能够打败通胀的一个主力资产。股票的底层逻辑，我们买的是人类的生产力、企业的利润和技术进步。但是它致命的问题是，如果你承受不了它的波荡，然后很情绪化的话，会在里面亏钱。股票适合有现金流、时间站在你这边，还有能忍波动的人。我的 holding 里面很多是股票。第三，房产这个投资就比较特殊嘛，它是一个实物资产，它有租金有现金流，可以安全的使用杠杆。26年的通胀估计也会带着房价变得更高，但是房产的问题有很多，简单的说几个它的问题：流动性差，管理成本高，政策会改变你这个投资房还值不值，地段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房产这个投资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生活方式加上投资的混合体。我买了德州的房子也是因为我以前打算有可能 fire 以后要搬过去，那现在是决定应该是不会搬过去了，所以我还在等机会想要出手德州的房子。第四个资产 category 就是美国国债，持有美国国债对我来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求稳吧。这几个资产我也总结了，想要活得久就是买股票，想要饿不死就是买黄金和美债，想要又活又稳那就买房产，想要睡得着觉就是一个combo of the above， 都买一点。总体这么多，我在26年的投资策略目前基于这个政策和环境，26年也是不打算套现，我绝对不会做是我的钱被通胀给吞噬了。我不是那种会在旁边等着崩盘的时候再买入的那种投资者，我是会定投的。如果遇到了 dip， 我也会 buy the dip。我理解很多人都在担心现在的资产价格是不是已经在山顶上了，担心股票啊、黄金、白银这些还能涨多少。就我想要问问你的是，你觉得 Fed 还能印多少钱？他们有收手的迹象吗？只要印钞机没有停，那市场为什么会跌？ OK， 面对2026年这个大潮，你是选择在岸上观望，还是跟我一样坐在资产的船上顺流而上？祝大家都投资顺利，我们下期见，拜拜。